对吧？来了来了，那当初怎么会想要做甜不辣？因为我们当地没有这东西啊，但是来创新，最主要还是肉燥比较吸引客人。肉燥饭。开始在做这行的时候，家人有不可能，绝对就是唱衰我啊！说卖孝心啊，年轻人想要当老板，这不意外。他们只要希望我不学坏，然后去考公务人员，就觉得年轻就一次而已，让我挑战一次。如果我真的不行，那我就去考。开始在做这行的时候，家人有不可能，绝对就是唱衰我啊！说卖孝心啊，年轻人想要当老板，这不意外啊。他们只要希望我不学坏，然后去考公务人员，就觉得年轻就一次而已，让我挑战一次。如果我真的不行，那我就去考。加辣的部分，面的吧？你自己这是你自己调的吗？对啊，自己调的，自己调的。因为本身喜欢吃辣。对。当时在那个。在家里面备料，大概4点到这边，那4点半开始到晚上9点半而已。肉燥我们都是1个礼拜卤一次，然后卤个量起来，当天再现卤一次，因为要卤2遍才比较入味。自学的。对，从面包都是自学的。刚有。所以它的口味也算是你自己研发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不是说什么跟人家学的，还是没有。自己研发的口味。对啊，对，主要还是迎合当地的客人啊。迎合当地人。对。也是一直调整调到。对，不可能一步到位。刚开始做的时候就是被嫌得很惨，他一步一步这样子，叫客人跟我讲说哪边需要改，甜咸改来改去。后面客人都比较没有在说什么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那就可以。我20岁的时候，他现在几岁？现在27了。27。穿车呢？那不就没有读大学？对啊，就没那个条件。没有那个条件。对啊，也不知道就是没，你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，读大学你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那就不要读，先当兵，然后出来的时候就开面包店，然后开，然后那时候就是2边同时开。2边同时顾面包店又顾这个，所以就是有辛苦一段时间啊。所以大学的时候第一班没有，完全没有读，直接当兵，先去做学徒啊。然后回来之后发现说不适合我，就又多开一个小吃店。我觉得小吃店比较像是台湾当地比较接受度比较高的东西。那面包就是很见仁见智啊，就是一个独特性。为什么开这个的原因也是这样，甜不辣也是因为应该是说每个地方当地都比较少人在开，做生意就是要做没有人的市场才会好做，做有人的市场你就要有品牌啊。面包店没有了，面包店就是经历一些状况之后就不想做了。大概小3角。
好啊。再来就是那是做给家里面看的，所以我才有办法坚持下去。就是不信我做不起来。如果我今天是30岁的话，我就不敢保证说我有办法做得起。所以就是趁年轻嘛。因为我爸刚过世一阵子，所以我就是把面包店收掉的原因，其实是因为我爸的关系。我爸就是不在了，突然间走了。我觉得我从19、做到20、25，都一直证明给他看说。不会读书也是有别路可以走，所以我爸一直觉得说要读书才有办法怎么样，就是他们会希望望子成龙吧，是这样讲吗？对啊，我就真的没办法。他知道你做这个是成功的吧？对啊，所以他在他往生前讲了一句话，就是我很厉害啊。他就跟我讲完之后，他就对，可能就是我爸妈都不好，我爸妈就是离异啊，所以。我们没有后路了，除了出来拼以外，没有其他后路可以。所以我爸走之后，我觉得更应该花时间去，关心身边的一些人。我就是太忙了，忙工作，完全没有空理他。他那时候过来找我聊天，我都说我很累了，我一天都在工作，我想要回家休息。有点严肃啦，可是就是跟你分享一下说，就是一路走来不容易啊，真的刚刚讲一路走来不容易。因为没有人懂啊，没有人懂我们在做这个在干嘛。做阿公啊，做吃的。阿公阿妈就说你有好啊，去哄请就好啊。可是你是一个你想要做就是做到最好这样。跟你拼了啦，这句话跟你拼了，就这句话而已，没有其他话，跟你拼了。那之后也会换成有店面的。对，店面的，之后就换店面了，然后就不用再一直舟车劳顿。当然我还是喜欢坐货车的感觉，比较有亲和力啊。他做店面的话，就也没有不好啊。就是。他怎么会想做店面？还是要稳定下来啊。还是稳定下来。那之后可能之后要跑其他地方，我没办法一直顾在这边了。对，我可以去做市场，我不用一直在这边顾着他们，我可以再多拼一点啊。对啊，趁27还能够跑啊！如果到我40岁再跑，我觉得我真的跑不动了。我就是做市场卖面包起家的啊，所以我对市场很了解，所以我一定会回去啊，不管早市或黄昏市，我都会回去做。就是做寿司。对，寿司跟我们的面，对我们的面我觉得蛮强的啦。我刚刚看有个大哥送过来，那是也是很美的。对，认识的，配合很久了。配合。他也是干话很多啊，所以我才跟他配合啊。所以那时候试过很多种面条。试可多了，因为这种东西很容易坏掉。他如果做得不好，就不行。他都是现做，早上做完，下午就把它直接送给我，新鲜的，就是要新鲜。所以你吃的时候，你觉得那个面会比较有劲道，原因就是因为这样。最难的点是什么？刚出嘛，好，给我10秒，我想一下。拍摄，老板，拍摄哦。当然是研发口味的。其实做是最简单的，最主要是你想这东西，要想的很多，要想的让员工好做事，自己也不用备料备的要死要活。就是万事起头难啊，万事起头难，这起头是最困难、最痛苦。那时候真的是很辛苦啊，我只能这样子讲。我觉得应该是在第3、4年开始对，开始陆续的客人就都会帮我介绍。对，最主要我觉得还是客人，我们还是以我们的客人帮我们推广，我们自己真的能力有限，因为我真的要东顾一下西顾一下的，真的是没有时间在做广告啦。所以你说你过来帮我拍，对不对？我当然是很干部的，可是没有，我做错，我的问题，马上好哦。170，谢谢。寿司就好吗？半价蛋跟茶碗蒸在吗？我点我看。这个不好上面的。不好意思。加一个。
甜不辣还是茶碗蒸？茶碗蒸跟面，这甜不辣面不好意思。好吗？香菜好。这个。老板，那你像如果有年轻人，比如说20、30岁想要创业，你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？切入重点应该就是不用去管别人给你什么建议，也不用去少听一点负面能量，然后多在意自己有没有开心，开心很重要。然后创业的话，我就是中肯一点，就是不建议做餐饮。啊，不建议做餐饮。不建议做餐饮。不建议做餐饮。不建议。怎么说？现在觉得不好做还是什么？不是不好做，是太辛苦了。太辛苦，真的太辛苦。我们餐饮业真的是太辛苦，很多的辛酸的地方，很多人不懂，就觉得哦，就做吃很好赚，做吃很好赚。可是说实话，你过来做一天，搞不好你受不了。所以我觉得不管创什么都好，就是去拼，不要听父母的，不要听谁的，想拼什么就拼什么，自己开心就好。不管你是唱歌，你是跳舞，你是想做什么特别一点东西都可以，就是随便去发挥这样就好。拼，趁年轻，一次而已。如果那你这样子的话，想要对你父母说吗？对我父母说，就是感谢啦。虽然有好也有不好，我就是感谢，就是把我生得好这样就好。我没有太多要求，我不求父母很有钱，我也不求家里面怎么样，就是他们只要现在都在的话，我觉得会是最好的。他们只要现在在，然后不用有什么给我，我都很满意的，只要他们在就好。有点严肃，可是这是心里话，就是他们在，然后看到，然后不用给我任何一毛钱，就看到这样就好。我觉得休息下班了，明天再备料。明天拼啊，再拼啊！明天再去备料。对啊，就是要拼啊，每天都是这样，每天都是炸裂。我最主要想分享的是，不管各行各业啦，我觉得就是今天你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，就是开心真的太重要。因为我觉得我之前真的是为了做而做，可是不知道意义是什么。可是当我觉得我爸妈走之后，我才知道说，哦，其实开心就是比钱更重要，自己开心最重要。自己开心是这样。对，因为你有钱也不一定开心，其实最主要是开心，那充实感。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去追逐这个，趁年轻赶快追逐，不要等到老了之后才后悔说，哦，我当初应该怎样，当初应该怎样，来不及了，没有时间。那有什么话想要对客人讲？慢慢感谢，然后批评我也好，鼓励我也好，我都接受，我没有，就是你来跟我买，我就很开心的。来跟我买就很开心，我不会因为你买的少，然后就怎么样？我觉得都是我的客人。对。好，那就这样，谢谢。